秦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突然的统一王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结束数百年割据，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推行郡县制，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帝国正式出现。当时的秦始皇大概认为自己不仅统一了天下，还找到了让天下永不分裂的制度答案，所以他不再称王，而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自称皇帝。他是始皇帝，后面还有二世、三世，直到万世。结果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去世。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国用了几百年统一天下，秦朝却只用15年就把天下重新炸成一地诸侯。那问题来了，秦军能够消灭六国，为什么压不住大泽乡的一群戍卒？秦朝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官僚和法律体系，为什么皇帝一死，整套系统便迅速停机？今天我们不简单骂一句秦朝暴政，也不把责任全推给赵高和胡亥，我们把秦朝抬上解剖台，看看这个最强壮、最年轻也死得最快的统一王朝究竟患了什么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今天我们接诊一位特殊病人，患者姓秦，明朝，出生于公元前221年，死亡于公元前207年，病龄约15年。他的死亡证明写得很简单：刘邦进入关中，子婴投降。但投降只是最后一次心跳停止，秦朝真正的病灶早在统一天下时就已经埋进身体。秦朝最致命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能力太偏科。这是一台为兼并战争设计的国家机器，它擅长征兵、征粮、计算军功和执行命令，却不擅长治理刚刚被征服的天下。战争结束了，机器却没有停下来。那么现在开始验尸。第一项检查，我们先看秦朝的骨骼系统，而这里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央集权过度集中以后，整个国家患上了严重的结构僵硬症。秦朝最重要的制度就是中央集权与郡县制。周朝把土地分给诸侯，结果诸侯越养越大，最终架空天子。秦始皇吸取教训，不再大规模分封皇子和功臣，而是在全国设置郡县，由中央任免官员。从制度方向看，秦始皇并没有选错。后来2000多年的王朝基本都在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框架中运行。问题不在中央集权，而在权力集中的太彻底、太迅速，又没有建立足够的缓冲结构。六国被消灭以后，秦朝几乎没有给地方留下政治自治空间，也没有形成皇族、功臣、地方精英之间相互支撑的权力结构。全国重要权力最终都汇向皇帝。皇帝清醒，命令明确，国家效率极高。皇帝一旦出问题，整个帝国便没有备用系统。秦始皇在世时，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秦始皇一死，赵高与胡亥只要控制皇帝和诏书，便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地方官不敢质疑，大臣缺乏独立权力，皇子没有封国，功臣没有政治基础。秦朝消灭了所有可能威胁中央的力量，也消灭了中央发生故障以后能够帮助国家恢复运行的力量。
后来的汉朝同样实行郡县，却没有把秦朝的一切照搬到底。刘邦在郡县之外分封诸侯，吸收功臣与地方势力，又不断调整法律和赋役。虽然这种安排后来也会产生七国之乱，却至少给新政权留下了一个整合社会的过程。而秦朝却没有这个过程，他希望六国灭亡的第二天，天下就自动变成一个已经运行几百年的成熟帝国。秦朝的骨架非常坚硬，却没有韧性，一根树枝还能弯曲，一根铸死的铁棍只要断裂就是整根断裂。骨架虽然僵硬，真正让秦朝无法停下来的，却是他那套为战争练出来的强壮肌肉。接着第二项检查，我们看看秦朝的肌肉系统。秦国能够消灭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鞅变法以后形成的耕战体制。国家把资源集中在两件事上，种地和打仗。农民生产粮食，士兵通过军功获得爵位和土地，国家用户籍、法律和军功把普通人组织进战争机器。六国还在讲贵族血统时，秦国已经开始统计人口、粮食和军功。别人看家世，秦国看业绩；别人讲礼仪，秦国看报表。这套制度非常残酷，却也极其有效。问题是，它原本是为兼并战争设计的。公元前221年以后，六国已经消失。正常情况下，秦朝应该降低动员强度，恢复生产，安抚地方，从战争模式转向治理模式。但秦朝没有真正转型，军队继续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百姓继续修道路、筑长城、建宫殿和陵墓，官僚继续按照战时标准管理社会。六国百姓发现，战争虽然结束，生活却没有轻松。过去替自己的诸侯服役，现在改成替咸阳服役。更重要的是，秦国原来的百姓已经适应了这套制度，他们的家族可能通过耕战体系获得过爵位和利益，但刚刚被征服的六国百姓并没有经历同样的历史过程。对秦人来说，这套制度可能意味着国家强大和个人晋升；对六国百姓来说，它首先意味着征服者带来的户籍、赋税、法律和徭役。同一套制度在秦国故地是旧秩序，在东方六国却是一套突然压下来的新枷锁。秦朝完成了军事统一，却没有及时兑现和平红利。战争机器一旦停不下来，原本强壮的肌肉就会变成持续痉挛。战争机器继续运转，接下来被抽走的就不只是士兵，还有整个社会的血液。接下来进行第三项检查，看看秦朝的心血管系统。统一以后，秦朝同时修建驰道、长城、皇陵和宫殿，还要北击匈奴，南征百越，驻守边疆。这些项目并非全部没有意义。驰道有利于交通和军事调动，长城具有防御作用，灵渠也有利于南北运输。秦朝真正的问题是把太多需要长期完成的事情集中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开工。修路要人，筑城要人，守边要人，打仗要人，建陵墓还是要人。当大量成年男子被长期征发，农业生产便会受影响，生产受影响，税收和粮食就会紧张，财政越紧张，中央越要加大征收，征收越重，逃亡和反抗就越多。秦朝工程能力惊人，但工程能力不等于社会承受能力。皇帝看到的是工程进度，地方官看到的是征发名额。
普通百姓看到的却是家里少了劳动力，田地无人耕种，服役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更麻烦的是，秦帝国疆域辽阔，粮食送往北方和南方都需要付出巨大运输成本，前线一名士兵吃饭，背后可能需要许多人负责运粮，而运粮的人自己也要吃饭。这意味着距离越远，维持军队所消耗的人力就越惊人。从皇帝的地图上看，只是画了几条线，落到基层却是无数家庭突然少了一名劳动力。秦朝不是没有血，而是心脏抽得太快。可秦朝消耗的不只是民力，他还在无意中撕开六国尚未愈合的旧伤。检查完心血管，接着我们进行第4项，检查免疫系统，看看六国旧伤为何发生排异反应。秦始皇统一的是六国的土地，不是六国人的记忆。齐、楚、燕、韩、赵、魏都存在了很长时间，拥有不同的贵族集团、政治传统和地方认同。后世认为秦统一天下是历史趋势，但对当时许多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可能不是统一，而是自己的国家刚刚被秦军消灭。赵国人不会突然忘记长平之战，楚国人也不会因为地图颜色改变，第2天就认为秦始皇是自己的皇帝。秦始皇收缴兵器，迁徙豪强，拆除城防，推行统一制度，希望迅速清除地方割据基础。这些措施从中央安全角度看有道理，但消灭旧制度容易，建立新认同很难。秦朝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却没有足够时间让六国百姓真正接受秦朝，他也没有充分吸收六国旧贵族，形成新的政治共同体。秦朝像一家公司完成收购以后，立即解散原管理层，把所有员工接入总部制度，再宣布过去的一切全部作废。标准统一了，情绪没有统一，所以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各地迅速复立楚、赵、齐、魏等旧国，很多反秦力量首先想到的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而是恢复已经灭亡的旧国。这说明六国虽然在地图上消失，却仍然活在人们的政治记忆里。中央压力一松，旧伤立即裂开。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排异反应，秦朝没有选择安抚，而是把法律这根绳索勒得更紧。接下来第5项检查，检查一下秦朝的神经系统，看看严密法律如何导致信息失真。秦朝法律并不是一堆临时想出来折磨人的命令，它涉及户籍、农业、仓储、官员职责和案件审理。正是这套严密制度，让秦国能够高效动员资源。问题是，秦朝把法律主要当成控制和追责工具，却缺乏足够的纠错能力。在高压体系下，基层官员关心的往往不是任务是否合理，而是自己会不会被处罚。上级要求按时完成，下面就必须完成。任务超过承受能力，也没人敢公开说不可能，因为承认任务无法完成，首先证明的可能不是制度有问题，而是官员无能。于是信息开始变形，下面不敢报告坏消息，中央只看到进度，地方不敢承认百姓不满，皇帝便以为天下稳定。一个制度如果对执行失败惩罚极重，却没有给官员留下解释、申诉和调整的空间，最后大家最擅长的就不再是解决问题，而是隐藏问题。秦始皇在世时，
还能靠巡行和个人威望维持系统。到了秦二世时期，赵高控制宫廷，信息渠道迅速被切断。指鹿为马之所以流传，不只是因为赵高荒唐，而是它说明当时的大臣看到事实以后，必须先判断权力，希望它是什么。秦朝的命令传得很快，真相却传不到皇帝耳边。一个国家的神经系统如果只能向下传达命令，不能向上传递疼痛，它不是强大，而是已经失去知觉。当坏消息已经传不到皇帝耳边，一场突然发生的权力交接便足以让整个大脑瞬间断电。接着的第6项检查是大脑系统，我们看看皇位继承为何会发生致命脑梗。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行途中死于沙丘。皇帝死亡并不一定导致王朝灭亡，问题是秦朝没有形成稳定、公开、能够被各方承认的继承制度。秦始皇生前没有正式确立太子，长子扶苏被派往北方与蒙恬军队在一起，幼子胡亥跟随秦始皇出巡。秦始皇去世以后，赵高、李斯与胡亥控制了遗体、印玺和诏书，他们隐瞒死讯，修改继承安排，逼迫扶苏与蒙恬自尽，拥立胡亥为秦二世。这一步切断了秦朝最后的自救机会。扶苏与蒙恬拥有一定政治和军事声望，胡亥却缺乏治理经验，权力基础主要来自赵高。更严重的是，扶苏和蒙恬收到诏书以后，几乎没有形成有效反抗。这正说明秦朝的服从体系有多强，即使诏书内容可疑，高级将领仍然不敢否定皇帝命令。秦朝最强大的制度在最关键时刻被反向利用，变成了杀死继承人和主力将领的工具。秦始皇解决了谁必须服从诏令，却没有解决谁能证明诏令是真的。他解决了谁能够发布命令，却没有建立皇帝突然死亡以后谁来监督权力交接。从此以后，赵高控制皇帝，皇帝控制诏书，诏书控制官僚和军队。帝国仍在运行，大脑却已经坏死。与此同时，地方积压已久的不满便在接下来的一场大雨中被彻底点燃。接下来进行的是第7项检查，检查一下秦朝的急性感染，看看大泽乡的一场起义如何像火星一样落进火药桶，迅速点燃全国积压已久的反抗。公元前209年，一批戍卒前往北方途中遇到大雨，行程受阻，陈胜、吴广随即发动起义。按照传统记载，他们担心失期受罚，于是决定反抗。出土秦简显示，秦代对失期的处罚可能比《史记》描述的更复杂，不一定所有迟到者都会被处死。但这反而说明，大泽乡起义不能只解释成2个人害怕迟到，真正的问题是社会已经积累了大量不满，树役、徭役、战争压力、地方仇恨和对秦朝的不信任全都堆在一起，大雨只是点燃火药桶的火星。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所以能够震动天下，是因为秦朝打破了旧贵族秩序，却没有为普通人建立稳定的新出路。商鞅变法时期，普通人还能通过战争获得军功。统一以后，兼并战争结束，军功上升，通道缩小，但国家征发和法律压力仍然存在。过去忍受高压，是因为秦国不断胜利，还有立功机会。现在战争红利消失，负担却没有减少。
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六国旧贵族、地方豪杰和逃亡者纷纷加入，项梁、项羽打出楚国旗号，各地旧国陆续复活。秦朝以为面对的是几个庶族，后来才发现整个帝国都开始把中央政府视为敌人。外面的起义已经烧遍天下，可咸阳没有忙着救火，反而先把自己的救火队员清理干净。接着的是第8项检查，我们最后检查一下秦朝的多器官系统，看看赵高如何不断清除大臣和将领，如何在大秦这位病人最危险的时候，把所有抢救人员全部赶出病房的。面对全国起义，秦朝并非完全没有力量。章邯率军出击，曾经击败陈胜集团，多次重创反秦武装，秦军依然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朝廷政治稳定，并及时调整政策，秦朝未必会立即灭亡。但咸阳正在进行另一场战争，赵高不断清除异己，秦始皇的许多子女遭到杀害，蒙氏集团被清除，后来连参与拥立胡亥的李斯也被处死。国家越需要有能力的人救火，赵高越担心这些人威胁自己的地位。章邯在前线与项羽作战，后方不仅没有稳定支持，反而不断追责。巨鹿之战后，秦军处境恶化，章邯担心战败回朝会被处死，最终率军向项羽投降。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将领战败，而是将领认为向敌人投降比回到自己朝廷更安全。此时秦朝的军队、财政和官僚体系仍然存在，但所有部门之间的信任已经消失。皇帝不信大臣，大臣不信赵高，将领不信朝廷，百姓不信政府。秦朝依靠恐惧建立服从，最后却发现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只会让自己恐惧的国家卖命。当军队、官僚、将领和百姓都不再相信朝廷，子婴的投降不过是替这具帝国尸体拔掉最后一根呼吸管，接下来迎接的只剩最后的死亡。公元前207年，赵高逼死秦二世，准备继续控制政局。新即位的子婴设计诛杀赵高，但一切已经太迟。秦军主力瓦解，反秦军队进入关中。子婴在位仅40多天，便携带喜服向刘邦投降。后来项羽进入咸阳，杀死子婴，焚烧宫室，秦朝最后的象征也被摧毁。值得注意的是，击败秦朝的并不是另一个成熟帝国，陈胜、吴广只是庶族，刘邦最初只是地方小吏，项羽依靠的是楚国旧贵族和反秦联盟。秦朝不是被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正面击败，而是在内部崩溃以后，被一群原本互不同属的力量共同拆解。他曾经能够调动全国资源，各个击破6国，到了最后，却连自己内部的官员、将领和百姓都无法重新组织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只是按下了最后的关机键。现在可以正式出具秦朝的死亡报告，看看这位只活了15年的统一帝国究竟患过哪些病，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患者姓名：秦朝，出生时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6国统一。死亡时间：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遗体清算时间：公元前206年，项羽进入咸阳，杀死子婴。病龄约15年。主要病症有中央权力单点依赖症、战争体制停机障碍症、徭役财政超载症、
六国社会排异症、官僚信息阻塞症、皇位继承障碍症、宫廷权力恶性增生症，以及国家信任衰竭症。直接死亡原因是秦始皇去世后发生沙丘政变，扶苏和蒙恬集团被清除，秦二世时期政治清洗加剧，各地起义爆发，秦军主力瓦解，最终子婴投降。深层死亡原因是秦国依靠耕战、军功、严密法律和高强度动员完成统一，却没有及时从战争体制转向和平治理。统一以后，徭役与军事工程继续高负荷运行，六国社会缺乏认同，中央权力又过度集中于皇帝个人，一旦继承发生危机，官僚、军队和地方都缺少制度缓冲。赵高控制诏令以后，秦朝最高效的行政系统反而变成了执行错误命令的工具。地方反抗出现后，六国政治网络迅速复活，最终引发帝国全面崩溃。历史遗产有皇帝制度、中央集权、郡县行政、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全国交通体系、户籍管理，以及中国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基本制度模型。死亡报告宣读完毕，最后再给出本次读史诊断。秦朝最大的成功是把全国变成了一台机器，秦朝最大的失败也是把全国只当成一台机器。在统一战争中，人可以被计算成士兵，土地可以被计算成粮食，首级可以被计算成军功。只要命令执行得足够快，秦国就能不断胜利。可统一以后，百姓不只是劳动力，地方不只是行政区，六国也不只是地图上被擦去的名字。一个帝国需要的不只是服从，还需要认同；不只是效率，还需要缓冲；不只是法律，还需要纠错；不只是消灭反对者，还要让更多人愿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秦始皇以为天下已经被彻底征服，实际上他只是让所有人暂时停止了反抗。真正杀死秦朝的是战时制度在和平时期继续超负荷运转，是中央权力失去缓冲以后发生的信息瘫痪，是六国尚未愈合的创伤，以及一次继承危机引发的全系统停电。秦始皇是这台机器最强大的发动机。赵高破坏了控制系统，胡亥踩坏了刹车，陈胜、吴广点燃了线路，项羽砸碎了外壳，刘邦最后接管了机房。但机器之所以会在15年内报废，是因为他只考虑过怎样赢得战争，却没有认真考虑过战争结束以后应该怎样治理天下。秦朝证明了统一一个国家和治理一个国家根本不是同一种能力，前者需要力量、纪律和效率，后者还需要妥协、耐心、信任和时间。秦国在战争中几乎做对了所有事情，秦朝在和平中却没有来得及学会任何事情。他用几百年学会了怎样消灭天下所有敌人，却没有学会统一以后怎样不把天下人都变成自己的敌人。秦朝验尸完毕，这份朝代死因报告正式归档。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再会。